我有些话要和家辉单独谈一谈。老师，家辉啊，你明明天赋绝佳，可是我为何让你一直暗藏锋芒，不予显露吗？东阳对我大夏的芯片技术前置严重，您怕我展露能力后会被东阳控制？没错，我就因此在顾南国困了一辈子，没有机会回国报效。我不想你重蹈覆辙呀！是大夏养育栽培了我，我必不负老师期望，不负大夏。除此之外，还有一事，思莹之后会接手我创办的芯片公司。她虽然聪慧，但远不成熟，技术和学识问题都支撑不了公司。我想请你指导辅佐一段时间。好，我会护思颖3年。很好，不过你要切记，这3年里你还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让暴露你在芯片领域的能力。可是，不动用能力的话，我又该以怎样的身份加入公司，提供帮助呢？我早有安排。老师，老师，思莹，我要你和夏辉成婚。父亲，你在胡说什么呢？我为什么要嫁给他？现在应该是自由恋爱才对。想要继承公司，就必须听我安排。难道你连我最后的意愿都要忤逆吗？女儿听从父亲安排。佳慧，这次你没意见吧？放心吧，老师，我会尽力而为。家事、国事，这一切都交给你了。父亲，大哥好，大哥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雷腾公司上市发布会。进。报了，孙总，我们最新一批的芯片没有通过性能检测，被采购方退回了。什么？完蛋了！这么重要的一笔订单竟然出了岔子，公司恐怕承受巨大的损失了。后天就是这笔订单的最后提交日了，这可如何是好呀？研发部那边尝试修剪了吗？尝试了，但问题出现在芯片架构上，根本不是1天2天能解决的事儿啊！这可怎么办？类似的问题，老师留下的笔记第17页上好像有记载吧？对了，我还有父亲留给我的笔记。有了，告诉研发部，在芯片底端构架中增加核心数，应该就能解决问题。是。林家辉，你过来，我有些事想问你。怎么了？哎，谁让你碰我父亲留下来的遗物的？我是你父亲的学生，这是他留给我的笔记，我为什么不能看？你还有脸说你是我父亲的学生？他对你抱有多大的期望啊！临终前还要单独与你讲话。而你呢，加入公司这3年，你对公司可有一丁点的奉献？完全就是烂人扶不上墙，没一丁点的贡献。你可知道，要是没有我的话，没有你会怎样？你倒是说。你要切记，这3年里你还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让暴露你在芯片领域的能力。
这3年里，我已是数十次暗中点拨，救公司于水火。如今与导师的约定只剩3天，3天之后，我便能回国报效，将这一身本领带回大夏国土。最后这点时间，还是不要再生事端了。对，如果不是我的话，公司会发展得更好。还算你有点自知之明。行了，我要去研发部那边指挥他们进行芯片的修改了。你把我办公室好好打扫一下，最好趴在地上，把每一块地砖都给我擦得干干净净。我也来帮忙吧。不用了，这是我的工作。我的职位跟你是一样的，都是总裁助理。你的工作就是我的工作。家规哥，有个事儿我特别好奇，你能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吗？说吧，我知道的都会告诉你。我发现啊，每次公司陷入险境的时候，孙总都会因为你的随便一句话或者随便一个举动，找到破局的关键，然后帮公司渡过难关。你该不会是个隐藏的芯片高手吧？隐藏的芯片高手啊？你是武侠小说看多了吧你？给我吧，还是我来吧，你去忙你自己的工作。小游，我喝得有些醉，今天在饭桌上是不是稍微有点过分了？没有啊，思颖，对于这种死皮赖脸想要占你家便宜的人，就得这么办。要我说，你以后还要更加严厉的训教他，必须要让他意识到，他就是你的奴仆，就是你的一条狗，否则以后迟早会骑到你的头上欺负你。你要干嘛去？被雨淋透了，我想洗个澡换身衣服。先把被你弄脏的地打扫干净再去洗。喂，罗恩总裁。对，很高兴你能满意我们的产品。关于我们下一款产品的参数要求。什么？要达到上一款芯片性能的3倍以上？这怎么可能？您提出的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是我们合同上的确是写了，我们会满足贵公司的一切要求，但……喂，罗恩总裁，你先别挂电话。喂，思颖，怎么回事？什么情况啊？和我们公司合作的凯恩科技突然变卦，要提高下款产品的性能要求，但以我们现有的资产还有技术，根本不足以研发出符合他们要求的产品啊！研究不出来的话，不做他们生意还不行吗？可我已经提前和他们签了合同，这第一笔订单成交后，我们双方的合作关系已经确立，合同再也无法撤回。要是达不到他们的要求，我们就要面临巨额的违约金。啊，思颖，你这么厉害，怎么也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啊？这怎么能怪我呢？他们分明就是故意的，就是想恶意榨取违约金。只是这一个合同我没过目，就闹出这么大的幺蛾子。之后我要是走了，老师这辛辛苦苦留下的家业，岂不是分分钟就会分崩离析？放心吧，思颖，我会尽力帮你。你一个废物能帮上什么忙？思颖，要我说，现在赶紧找个靠谱的帮手。现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找谁帮忙啊？你当年和你父亲门下的小师弟赵润仁的关系，不是还挺亲近的吗？他可是获得大夏国全额奖学金的顶级天才，大学期间还得了好几个奖项，最近也硕士毕业了。为什么不让他来试试？说不定你们还能借此机会重续救援呢。小师弟，对了，以润仁的才智，也许真的能帮得上我。思颖姐，真是好久不见了，我还以为你这辈子都不打算见我了呢。父亲离世后，我一直忙于公司的事务，实在走不开，还请你不要怪我。我怎么会怪你呢？思颖，我知道你当初是有苦衷的，是老师的遗愿让你不得不和林家圭在一起，但是现在都已经3年了，你也该为自己考虑了。无论如何，我现在还是林家圭的妻子，
你不要这样。好，我愿意继续等你，反正3年都等了。先说说吧，今天找我来是什么原因？这是我们上一款研发的芯片，现在合作方需要我们研发一款性能上达到这款芯片3倍的产品。我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我就猜到你这次找我来呢，可能是因为芯片设计方面的事物有关，所以我特意带来我最新的得意之作。来，你看看这款雷神芯片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雷神不是我和老师之前一起研究的一个废稿吗？看来他还和之前一样，在通过这种抄袭剽窃的手段鸠占鹊巢，把别人的研究成果用作是自己的，到处招摇撞骗。既然通过 ARM 和 X86两种架构的结合，实现了芯片性能的巨大飞跃。润人，你果然是个绝顶天才。光从这纸面数据来看，这款雷神芯片绝对能符合要求。就是不知你愿不愿意把这款芯片的研发权授权给我呢？当然愿意啊！思莹姐有难，我怎会袖手旁观呢？就是我现在刚毕业，需要一份工作才能够继续留在东洋国，才不用回到那个脏兮兮又老土的大厦。你放心，我绝对给你一个让你满意的职位。出什么急事了？怎么突然召开紧急会议了？听说前半个小时啊，有个厉害的人物来拜访孙总，会不会和他有关？紧急召集大家来这里，是想通知一件事：从今天起，将由这位赵润人代替林家圭担任公司总裁助理工作，直接参与后续芯片研发。至于林家圭，目前公司还有什么岗位是空缺的？目前基本所有岗位人满为患。哦，只有公司公厕还缺一个清洁员。既然如此，林家圭就先去担任公司保洁工作吧。总裁老公去扫厕所，这也太劲爆了吧！活该，软饭男啊，就该是这种下场。孙总简直太英明了。林家圭呀，林家圭，3年前你和我抢女人的时候，没想到有今天吧？孙总，让总裁助理去扫厕所，这不太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劳动不分贵贱，只要是为公司奉献，那就是光荣的呀。他不是喜欢拖地吗？那就去干保洁，干个够。可是孙总，没什么可是的，公司马上就要投入更加重要的研发，我没心思去考虑怎么去安顿一个没用的废物。林家圭，还是那句话，你要是不满意，你可以离婚，只要你接受离婚，我可以给你足够的钱，让你不用受这委屈。我愿意接受孙总安排。他是我同门师兄，我去安慰一下。林师兄，等一下呀。有什么事吗？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这么蠢啊？抱着孙思颖这根大腿，3年竟混成这样子。说完了吗？3年前，我费尽心思勾搭孙思颖，明明已经快得手了，偏偏这个时候，不知道你给那老东西灌了什么迷魂汤，竟然让他把孙思颖嫁给了你，让我前功尽弃。要不是你，我和孙思颖现在孩子都该生出来了。所以呢？所以我劝你最好乖乖跟孙思颖离婚，否则当着你的面儿花你的钱，住你的房子，睡你的老婆。还记得当初的同门师兄弟都是怎么称呼你的吗？偷设计稿的灰老鼠。老子一定要把你赶回大厦那片又贫瘠又老土的地方，到时候来看看，到底谁才是老鼠！
真任由事态发展的话，老师辛苦打拼的基业必然会毁于一旦。虽说我不欠孙思颖任何，但是老师的恩情，我却是怎么也偿还不完的。离开前，最后的最后，我还是再帮他一把吧。这些内容至少能帮他度过近期的难关，再帮他坚持一阵吧。好，那就正式立项，启动雷神芯片项目，一切全由赵润人负责。好。我再说一遍，赵润人就是个只会剽窃别人成果的老鼠。如果你想保住你父亲留下的这份基业，绝对不要信任他，不然的话……我说没说过？你再敢说赵润人一句坏话，我定不心饶。你再敢说一个字，离婚，立刻！好，那就离吧。你说什么？你不是要离婚吗？好，那就离吧。反正今天也是3年之约的最后一天了，提前把手续办好，也方便后续回国。林家贵，你这是想通了，知道赖在我们家得不到什么好处，承受不住压力，打算滚蛋了。很好，只要你愿意滚出我的家门，我可以给你一笔钱。不需要，你不欠我什么，收拾下去办手续。不要钱，那你可别后悔。这个给你，这是什么？我写的一些提示，后续能帮你解决公司一部分问题。你写的能帮助我？林家贵，你该不会是睡昏了头吧？总之，为了你父亲留下的这份基业，我希望你收下这份笔记。哦，我懂了。你先是假装同意离婚，然后又拿出这破烂吸引我的注意力。你这是死皮赖脸，赖不下去了，想玩欲擒故纵那一套是吧？随你怎么说吧，我已经救你救到仁至义尽了，准备好了就去离婚。救我？一个奔着我们家产来的废物，还敢口出这种狂言？我倒要看看你这欲擒故纵的戏码还能上演多久。嘿呦，雷神芯片缺陷补救方案和研芯科技公司谈判的策略，光刻机复原耐久使用维修方法。这林家贵真是疯了，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废物，还敢对这种大事指指点点，我呸！你好，小姐，我们要办理离婚手续。好的，请先领取表格，填写相关信息。还在强撑吗？林家贵，为了这么一点面子，做到这种程度，有意思吗？我的已经填好了，你的呢？我很忙，没时间陪你闹。你现在给我鞠躬道个歉，我可以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我也很忙，麻烦你快一点。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收起你的小把戏。现在开车送我回公司。请您签字。这是你自己找死，那可就怪不得我了。这最后一笔落下，我孙家的千万财富将与你再无瓜葛。
两位的离婚手续已经办好了，从现在开始你们不再是夫妻关系，这是两位的离婚证件，请收好。谢谢。可怜呐，林家贵，你还真是可怜，忍辱负重3年，到头来什么都没得到。你的车钥匙。思颖，到底怎么回事？你怎么跑民政局来了？林家贵那个家伙，他和我离婚了，这是好事儿啊，终于摆脱那个吃软饭的废物了。好归好，但你说他到底怎么想的？怎么就突然接受离婚了？他这明显是想破釜沉舟赌一把呀，赌你会看在这3年的情分上去主动挽回他，这样他后续就能占据主动，名正言顺的侵退你家的资产了。思颖，你可千万不能上当。原来是这样，那个废物一点正经本事没有，只会搞这种歪门邪道。别管他了，那种人多去抢他1秒都是在浪费生命。没错，我现在的主要任务应该是解决公司的问题。小尤，得麻烦你开车送我回公司了。好。对了，今天不是那位赵润人赵大天才第1天上班吗？正好，我和你一起去见识见识那位天才。走走。你自己先看。孙总，关于之前发货的那款芯片，乙方要求我们重新做一下检测，再把检测报告发过去。这么简单的问题，让研究部直接自己搞定就好了，还用向我汇报？性能检测虽然简单，但对方要求的精度很高，所以他们确实做不来。做不来？那之前这工作是谁做的？之前不是一直都是您做的吗？之前每次遇到这种问题，林家贵都说您会在下班之后亲自来负责检测。我负责测试？我没有啊。难道是？不管是谁，反正不可能是林家贵那个废物做的检测。那会是谁测试的？据我所知，行业内有许多专门进行芯片性能测试的机构，能把测试精度拉得很高。对，肯定是林家贵花钱找机构做的，特意不跟你说，还说谎骗其他同事，目的就是为了让你误认为是他亲自做的检测，从而骗取你对他的认可。哦，原来如此，之前还没看出来，他竟然有这么多下流的心思。孙总，那咱们的性能检测，区性能测试，对于我们新进的总裁助理赵助理来说，还不是轻轻松松？润人，看你的了。啊，小事一桩。孙总，这好像是机器操作失误，系统出现故障的反应。操作失误，故障？怎么可能？润人可是拿了无数芯片奖项的顶尖天才，操作一台小小的检测机器，怎么会出现失误导致故障？这是林家贵，肯定是他不满思颖对他的安排，所以在离职之前故意损坏了机器中的数据文件。是这样吗？应该不会吧？那我问你，除了研究组成员之外，最近是谁接触了这台机器？最近接触这台机器的，好像的确是林家贵，但是他果然如此，研究室成员没理由破坏检测仪器，那凶手只能是林家贵了。该死！没想到他竟然能恶毒到这种地步，都走了还要给我们公司找麻烦。请问孙总还有什么事情吗？你还敢问我？你自己做了什么心里不清楚吗？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敢说不是你把研究室的芯片检测机器损坏的吗？我弄坏的？你凭什么说是我弄坏的？你还敢狡辩？不是你还能是谁？你前脚刚走，机器就坏了，并且你是最近唯一一个使用过这台机器的人，信不信我现在就起诉你，让你滚去坐牢？随你的便，如果有证据的话，欢迎你去起诉孙思颖。看在老师的面子上，我最后再给你个忠告：如果你再这么受奸人蛊惑下去，你个废物有什么资格给我忠告？你良言难劝该死鬼，慈悲不渡自绝人。你个废物有什么资格给我忠告？他竟然敢挂我电话！他一定是看事情败露，畏罪不敢跟你讲话了。没错，肯定就是这样。现在人赃并获，思瑶，你打算怎么处置他？现在他人已经离开公司，离婚手续也办了，一时之间我还真……哎，对了，他虽然现在离开公司，但还没有办离职，他的工资卡还是我们公司的权限管控。孙总，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好好调查一下这件事儿。立即让财务那边冻结林家圭的工资卡，他所有的钱都在工资卡里，一分钱没有，我看他怎么在这寸土寸金的东洋国活下去。师傅，去机场。这么巧，你也是大夏人？去机场是要去哪儿啊？回大夏，回家。回大夏，真羡慕啊！我已经好久没有回去了。哎，师傅，您怎么会在东洋国开出租车啊？这就说来话长了。想当年，我也是正经大学生，学的芯片制造专业，但国内一直没有配套的产业，所以我只能来东洋国这边寻求发展。您学的是芯片制造？但作为大夏人，来到这边入职之后，一直遭受排挤欺压，隔三差五就会被开除。为了维持生计，我只能一边找工作，一边开出租车赚钱了。什么时候大夏的芯片产业也能发展起来就好了，那样就不用受东洋国的窝囊气了，还能守在女儿身边。放心吧，那一天不会远了。你好，麻烦帮我买一张飞大夏的机票。好的，要什么时间的？越快越好。好。不好意思，先生，我这里显示你的银行卡已被冻结。被冻结了？对。好，我知道了。这张工资卡受到雷腾芯片公司管控，是孙思颖动的手脚吗？也无所谓了，反正我现在只需要一张机票钱回国，没必要再和他纠缠，想办法花些时间再赚点钱吧。喂，吕老师，学校那边还缺临时的代课老师吗？思颖，别为林家圭那个废物生气了，真心不值的。没错，当务之急，我们应该抓紧研发新款芯片了。对，通知财务部门，尽快把款项批下来，尽快开始正式研发进程。孙总，研究部门的一个大夏研发小组的组长刚发消息来说，您提交的雷神芯片设计稿可能存在一些设计漏洞。怎么可能啊？这可是润人亲手设计的得意之作，连孙总本人看的都说精妙。他一个研发小组组长，凭什么说这设计稿有问题啊？不过之前林家圭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又是那个林家圭，这次休想坏我好事。唉，看来孙总您和您公司的员工还是不信任我呀。润人，你别误会，我肯定信任你，这里面肯定是哪里搞错了。只有那个大夏研究小组的组长说有问题，其他研究小组没有发现问题吗？目前情况是这样的。很简单的道理，孙总，
您是宁愿相信几个大夏您心底腿子的话，还是更愿意相信您全部东洋精英的判断呢？我懂你的意思，不过这大夏研发小组的组长应该也没有理由无缘无故的向我报错，这其中肯定是有原因的。对了，你之前不是说过林家圭和你们公司的研发小组成员走得很近吗？肯定是林家圭在从中作梗，联合他们故意给公司找麻烦，拖慢研发进程啊！原来是这样。我说怎么一直没有什么存在感的大夏研发小组，今天突然主动来找我汇报消息了。大夏人就是这样，一点正经本事没有，整天就喜欢搞那些勾心斗角的勾当，都是些和那林家圭的废物一样的贱种。要我说呀，大夏人这种蛀虫留在公司就是祸害。孙总，这件事我看是再调查一下，再下定论吧。不用了，直接下发通知，那个提出问题的大夏研发小组全部开除。喂，是的，是我开除了那个大夏研发小组。什么？公司的研发力崩溃了？怎么可能？我们研究部门那么多小组，那么多人才精英，只开除一个大夏研发小组，怎么就无法正常研发了呢？功耗问题无法解决，他们的工资快是那些大夏人的3倍，却连这点简单的问题都无法解决，都是干什么吃的？孙总，你先别生气，不就是降低功耗的问题吗？小问题，我可以找人来帮忙做这部分工作。真的吗？那你找谁来帮忙？都是些我在做博士论文时认识的朋友，都是芯片领域的顶尖高手。对于这降低功耗的问题，对他们来说简直易如反掌。就是薪资方面吧。放心吧，需要多少钱直接去财务那边申请，我给你这个权限。多谢孙总信任。是我该谢谢你才对，月然，还好有你，关键时刻总能帮上忙，比林家圭那个废物强出10000倍。那就麻烦你尽快帮忙联系你的那些朋友们了。放心，包在我身上。哎呦，半田君，你们之前说想进入一个大型芯片公司混个履历的事儿，还有需要吗？有的话，我这里可以提供帮助呀。哎呦，好说好说。还要麻烦你多带我接触接触东洋的贵族圈子呀。关于芯片功耗问题，你有什么想问的？若是想从制作工业革新上降低功耗，现在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好偏门的问题啊，这已经完全脱离本科学生的知识范围了吧？现阶段从制造工艺革新上降低芯片功耗的方法主要有2种，一是使用先进的晶体管结构与材料，像 FinFET、GAAFET 这类三维管晶体结构能优化电场分布，大幅减少漏电流。其二，则是使用先进的光刻与封装技术，如极紫外光刻技术，凭借13.5纳米的短波长，能实现5纳米以下晶体管的精细制造，不仅能够提升晶体管密度，还可以使芯片功耗降低40%。这个回答你还满意吗？他还真回答上来了。一个代课老师竟然有这种水平吗？厉害，也太给我们大夏人长脸了。满意的话就记笔记，好好上课。你这只是运气好而已，就知道答案了。那你还想怎样？我要跟你比芯片算力计算。算力计算？怎么比？先让其他同学在网上找2个芯片的性能信息，我们根据性能信息进行计算。首先算出来算力的算赢。如果我赢了呢？你赢了，我就好好听你的课，尊称你一声老师。如果你输了，你就滚出这个学校，别脏了我们东洋国的学堂。好，那就按你说的来。这么刺激啊！他可是拿过全校赛力竞赛奖项的，这老师和他比这个，算是撞到铁板了。别这么冲动，老师，干嘛非和他进行这种不公平的赌约？这2位同学，麻烦你们出下题。
老师，题目出好了。这位同学，过来坐下吧，乖乖上课。怎么，认输了？我的意思是，这场小比试已经结束了。结束了？什么结束了？他在说什么呢？他不还没开始计算吗？怎么就结束了？你到底什么意思5252 T flops， 这是我这题的答案。这怎么可能？你连算都没算，只是看了一眼而已。正确，老师的答案完全正确，分毫不差。什么？至于你这题，你也不用算了，答案是6334 T flops。课程已经过去一半了，如果没有别的问题，抓紧上课。来，看一下，这里的设备啊都是最新的，你们都可以随便看、随便摸一摸啊，可以操作一下。哎，各位，这里就是你们以后工作的地方了。地方倒是不错，就是你也应该知道，我们上学期间一直没怎么去上过课，真要有工作需要我们做，哎呀，放心，交给我，我现在啊可是执掌这家公司的财务大权。真要不好完成的工作，我就花钱包出去嘛。润然，哎呦，孙总，这些就是你说的那些天才朋友们吧？是。哎，诸位，这位就是我给你们说的年轻有为、凭一己之力把公司做大的孙总。孙总好。润然过誉了。今后还要拜托各位多多关照了。好说好说。润然，我有些话想跟你说，你跟我出去一下。哦，好。我先出去一下，你们随便看。好。润然啊，你的那些朋友们，算了，还是先说正事吧。出什么事了，孙总？我们雷腾公司的老对头延信芯片公司今天突然找上门，说我们之前的几款芯片侵犯了他们公司芯片的设计专利，我们得想办法应对一下。你回办公室帮我整理一下材料。这个也是总裁助理的工作？当然了，你不用担心，只是一些很简单的文本工作。之前林家圭那个废物都做得来，对你来说肯定更是轻而易举了。那是自然的。你放心，一切都交给我吧。谈判所需要的材料，我让人拿出来放在办公室的桌子上了，你去勾画一些之后交涉时我们所需要的重点即可。好，我现在就去办。润然，现在我们公司正处在多事之秋，劳烦你多费心了。思颖，你说这话被见外了。哟，孙总这是换助理了。那个林家圭去哪儿了？一个废物而已，不值得我们花时间谈论。还是请托尼总先说一下你们这边的诉求吧。好，我们此番前来呢，主要目的就是就雷腾公司在研发浩空和浩海两款芯片时，侵犯我们公司申请过的专利架构，讨一个合理的解释。侵权使用你们专利的事儿，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我们浩空和浩海两款芯片完全就是自主研发，架构上也是延续老款芯片的架构，和你们的专利根本没关系。无论你们的研发流程怎样，从结果上看，你们芯片的架构的确跟我们申请的专利大幅重合，这完全符合专利侵权的判定标准。如果真存在侵权情况，为什么在芯片试产的时候你们不提出，反倒是等现在芯片已经发行上市2年才来问责？你们摆明了不就是想从我们市场利益中分一杯羹吗？对方公司成员，请不要少开话题。我们今天仅是来探讨侵权是否真实存在，具体的市场内容不在我们今天的探讨范围之内。就是侵权我们的红的市场，这是我们是侵权。好了，咱们先不谈其他，只谈核心问题。我们咨询过专业律所，已经给出定论，雷腾公司侵权行为切实存在。我现在只想知道，对于侵权这一点，孙总怎么说呢？关于这一点，我会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好，你们想要个答复是吧？我给你们个答复。你们想要个答复是吧？好，我给你们个答复。好，愿闻其详。你们说，我们公司的产品使用了你们公司申请的芯片架构专利，但据我所知，你们申请的架构专利并不与我们产品的芯片架构截然相同，甚至连架构类型都完全不同。他在说什么啊？这女人睡糊涂了吧？孙总，你先等一下。还是请托尼总自己再好好看一下吧。我不知道孙总想让我看什么呢？上面白纸黑字写了你们的专利内容，看不懂吗？还是你好好看看吧。这上面根本不是我们提出问题的专利，甚至都不是我们公司的专利。这怎么可能？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是让你帮我整理办公桌上的文档吗？这的确就是放在你办公桌上的文档啊！你不信看封面。封面没错，文档没错，里面的文件却是错误的，这是怎么回事啊？拿着和谈判内容毫无关联的文件坐上谈判桌，孙总，你的心可真大。托尼总，请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重新整理下材料。给你时间，各位都听听啊！你以为谈判是做游戏呢？我们一帮人陪你玩呢，还给你时间重新整理。可是，没什么可是的。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谈判过程和内容都被记录下来了，这些记录将成为我们下一步起诉雷腾公司的有力证据。如果孙总给不出一个让我们满意的赔偿数字，那么咱们就法庭见了。这雷腾公司的总裁也太菜了，他这个水平是怎么坐上总裁这个位置的？孙总今天是怎么了？本来有胜算的仗，直接让他打的一点机会没有了。没想到这往常叱咤商场的孙思颖，今天竟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更关键的是，之前那个总在谈判桌上给出关键发言、力挽狂澜的助理小子林家圭也没在。我的判断果然没错，那个林家圭才是威胁。这个孙思颖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罢了。孙总，还有什么其他要说的吗？如果没有，咱们就进入商谈赔偿的阶段了。润人，帮我！你们这样做也太恶毒了吧？恶毒？怎么就恶毒了？我们一直拿证据说话办事，一切都合规、合法、合理。倒是你一开口就说恶毒这样严重的词汇，诬陷污蔑我们。谈判桌上无戏言，请问你能拿出有关我们恶毒的证据吗？如果没有，站一边去！这里没有你讲话的份儿。这托尼家可是东洋贵族，我哪惹得起啊？既然你们雷腾拿不出更多的证据来否认侵权的责任，那咱们就进入商谈赔偿的阶段了。没问题吧，孙总？好。依照我们律师给出的估价来看，雷腾公司侵犯我司专利，获取大量非法收益，依法办理的话，至少要赔偿30个亿。如有异议，可整理材料，下次谈判再敲定金额。30个亿！完了，公司正是缺钱之际，如今孙总又投出这么大一个篓子，存了这么大一笔钱，董事会和股东会那边都不会欠到他的。怎么会这样？托尼总，哎呀，思颖，你没事吧？润人，你给我的文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真不是我的问题啊，我完全按照你的吩咐做的，标注了你让我标注的文件。可是文档里的内容为什么会是错误的呢？看来是有人偷偷调换了里面的文件啊！该死，到底是谁做了这种事情？他做这种事情的目的又是什么？您不觉得整件事情都特别的巧合吗？怎么巧合？林家圭那边刚离职，延兴公司的人就上来找麻烦，恰巧这个时候文档还出了问题。你是说
这件事也是林家圭所为，他这个废物能有这种本事？除了他，还有谁既了解两家公司的利益纠纷，还能接触到文档的？我看他呀，就是为了报复你，将相关消息透露给了延兴公司，同时还在离职之前调包了相关的文档，就是为了让你在谈判会上出丑。有动机，有作案条件，还人性低劣，的确只能是他了。给我查查林家圭现在在哪儿，我要让他付出代价。同学们，芯片设计的本质就是将特定功能通过逻辑电路、晶体管等硬件结构在硅片上实现的过程。那要注意的是，核心目标是在满足性能、功耗、面积约束的前提下，实现预设的电池功能。要注意的是，这3点协同性是要考虑到的。林家圭的课也讲得太好了吧？之前在雷腾公司的时候，他果然在故意隐藏本事，而且穿着正装走上讲台的林家圭好有气质，好帅啊！真想不明白孙思颖为什么要辞退他。好了，同学们先下课休息一下吧。老师，晶圆作为制作芯片的基底，到底使用的是什么材料？这个内容我上课已经讲过了，书上也有内容，你们自己去查。是，老师。老师，表征晶体管尺寸和芯片性能上有什么关系呢？我上课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你们是哪个环节没有搞明白？这样子，我再说一次，一会儿你们什么地方不明白，及时打断我提问啊。表征晶体管尺寸的关键指标一般分为7纳米、5纳米、3纳米这3个规格，尺寸越小，晶体管密度越高，功耗越低，但是性能越强。但是有一点要考虑设计难度和制造成本是呈指数级上升的。谢谢老师，您讲得太好了。家圭哥，不对，我应该叫你林老师。副助理，你怎么会在这儿？我本来就在这里学习啊。我之前只是在雷腾公司实习，不过你现在不用叫我副助理了，我已经辞职了。辞职了？孙思颖孙总已经完全被那个叫赵润仁的给蛊惑住了，对公司里的大厦员工疯狂的裁员，而且他们还总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去污蔑你，我实在看不下去，就辞职了。其实你没有必要为了我辞职。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自己的良心。那你现在准备回到学校安心上课了？很幸运能听到你讲课，不过我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白。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直接问我，我知无不言。那为什么你对东洋学生问你的问题好像不太愿意回答，而大夏学生问你的问题，你总是那么耐心又有热情的回答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我和他们都是大夏人，我们身体里流淌着相同的血。讲课还分国籍，可是科学不是不分国界的吗？就算科学不分国界，但科学家总是要分的。科学不分国界，科学家分国界。雪琪，你能出来留学，想必家庭条件还是不错的吧？还好，我妈是医生，我爸是建筑设计师。那你就更能体会到大夏如今的美好。但你可曾想过，几十年前，你的爷爷奶奶们，或者我们想得更远一些，近100年前，你的太爷爷太奶奶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环境？到处都是纷飞的战火，到处都是异国的压迫，90%的人甚至连口饱饭都吃不上。那又是谁让我们过上了如今衣食无忧、生死无患的安稳日子？我告诉你，不是那些高喊着科学无国界的外籍人士，也不是那些所谓的国际友人，而是我们大夏自己的先烈用血和汗拼出来的。如今的大夏，各行各业能取得如此飞速的进步，我们那些曾经背井离乡去海外求学，
但最终却不忘初心回国报效的先辈们，功不可没。甚至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如今能够站在这里的你我。多想想他们吧，想想他们，你还会觉得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吗？我好像有点懂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现在的我们正站在先辈所栽种的树荫下，而作为享受了先辈阴余的后辈，我们也应当像我们的先辈一样，为我们的后辈栽种下更多的树荫。因此啊，为我大夏子弟传道授业解惑是我们的使命，我辈当义不容辞。是，老师。好你个林家贵，竟然敢来这里坑蒙拐骗！好你个林家贵，竟然敢来这里坑蒙拐骗！孙思颖，你来这里做什么？我来做什么？你自己做了什么？你心里不清楚吗？我又做什么了？林家贵，你敢说不是你向延兴公司告的密？你敢说不是你偷偷调换了孙总办公室的文档？林家贵，没想到你竟然这么阴险歹毒！之前需要你为公司出谋划策的时候，你连个屁都放不出来。现在离职坑害公司，你倒是诡计百出啊！孙总，你一定是误会林老师了。闭嘴！你算什么东西啊？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孙思颖，无论你认为我做了什么，还是那句话，有证据就去报警，没有证据的话，请你立刻离开我的教室，这里不欢迎你。不欢迎我？这里是我父亲教书的学校，凭什么不欢迎我？反倒是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暗地里破坏我父亲留下来的基业，现在还没脸没皮，借着我父亲的名望，回到学校里边教书赚钱，你对得起我父亲吗？好，我会护思颖3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雷腾公司上市发布会。我对老师问心无愧。你还敢大言不惭？你别碰我！疯了！这世界真是疯了！一个小小的临时助理都敢反抗我了！我早就不是你的助理了，我现在是一名学生，一名大夏的学生。林家贵，你还真是越来越窝囊了呀！现在都要躲在小姑娘身后了。好，既然孙总不方便收拾你，那就由我带他好好收拾收拾你这个废物。有人要打林老师，谁来打我们林老师？快进去帮忙！孙总，这事闹大的话，对我们公司影响不好，要不……林家贵，今天算你运气好，我迟早会让你付出代价的。我刚刚竟然主动推他了，林老师，我是不是有些太冲动了？不，我很感谢你们刚才对我的帮助，你们做得很好。我也希望下次我们的同胞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们也能和今天一样挺身而出。我们大夏人只有团结在一起，才能够在任何地方都不被人欺负。喂，我听说延兴公司那边要我们赔偿30亿。陆老，您不清楚情况，我们公司这边出现了个叛徒。不管什么原因，你都已经严重失职了。上次辞退大夏研究小组的事和这次谈判的失败，已经让你在股东会和董事会里信誉尽失。你最好小心点儿，别再出任何岔子。这帮老不死的，分钱的时候个个笑得合不拢嘴，这一出事就只会拿我撒气。孙总，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把雷神芯片尽快的研发出来。这款芯片一旦问世，对公司来说会是极大的助力，对您来说将会是巨大的功绩啊！有雷神芯片在，之前的小插曲就都会烟消云散的。没错，我们还有雷神芯片。走，回公司。
雷神芯片的研发进度怎么样了？孙总，研发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啊。刚刚起步，怎么会那么慢？公司的光刻机耐久损耗有点高，我们需要花费时间去维护啊。大概还要花费多久时间？大概半个月左右吧。半个月时间？我看你们就是想故意拖延公司的研发进度吧？半个月的时间的确太长了，很可能会影响我们下一笔订单的进度。光刻机不能等到做完雷神芯片之后再去维护吗？这样的话会有很大的风险，导致机器报废呀。这雷神芯片只是我从导师的办公室角落里捡到的废稿，能不能研发出来我也没有把握呀。得尽快进入研发终端，把相关的研发经费先拿到手。光刻机的使用耐久度很高，哪怕是到了需要维护的时候，短时间内继续使用也不会造成什么严重影响的。没错，孙总，我压根就没怎么听说过光刻机报废的案例。因为这一点风险，就错过了研发时机，那可就得不偿失了。孙总，你想想，董事会和股东会那边还会额外给你半个月的时间吗？好，雷神芯片尽快投入研发，光刻机的维护暂且搁置。可是孙总英明，关键时刻决策果断，果然是女中豪杰。你没听到孙总已经发话了吗？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推进研发进度呀！四位教授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林家贵，早听你导师说他门下有一位让他极度看重的天才学生，真没想到这个学生竟然就是你啊！你可藏得真够深的。我只是导师门下一个平庸的学生罢了，您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行了，在我们这里你就不用装了，我们都是你导师的挚友，是值得信任的自己人。我真的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我一会儿还有课要上。警惕性这么强，怪不得说这么多年都没人发现你的不俗。家规，来看完这篇邮件，你就能相信我们了。这是老师发送的邮件，邮件的书写日期是3年前，老师临终前夕。这是一封定时发送邮件，是3年前他因病去世之前写给我们的，我们到现在才收到，说是你和他的某些约定到了期限，才允许我们知晓了你的秘密。至于他发这封邮件给我们的目的，是想让你帮我们一个忙。我们和你导师一样，最初以学习海外知识、回国报效国家为目标出国留学，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当我们拥有了报效祖国的能力之后，东洋国对我们进行了严格的管制。这是我们毕生的研究心血，至今也未曾在东洋国公开发布。家贵，你是我们唯一信任的人，希望你能帮助我们把他带回祖国，带回大夏。可是，哪怕带回了大夏，为了确保你们的安全，这些研究成果最多也只能以匿名的方式发布，没有人会知道你们为国家做了什么。我们大夏近百年飞速发展的进程中，难以留下明星的功勋还少吗？能成为其中之一，我们对此十分骄傲。做某些事要比功名利禄来的重要，隐忍3年，这一点我相信你也有体会。家规啊家规，带着我们的心血归家吧，一切都交给你了。四位老师放心，我林家圭哪怕是拼上性命，也必将不辱使命。孙总，您辛苦了。润然，这一段时间真的是太不顺利了。如果没有你在我背后支持，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放心，一切都在变好。只要雷神芯片被成功研发出来，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的。
数亿的光刻机彻底损坏了，怎么会这样？润润，你不是说光刻机不会损坏的吗？我是说光刻机损坏的概率很小，但没想到这种小概率的事件也会被我们碰上。那现在该怎么办呀？光刻机损坏了，不止雷神芯片的项目要搁置，就连我们其他的研发项目都会因此受到影响的。冷静，孙总，冷静。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冷静。现在主要的问题不就是光刻机吗？光刻机坏了，再重新采购一台就是。只要雷神芯片被成功研发出来，一切都不是问题。对，只要雷神芯片成功研发，一切都会挽回的。我立刻给采购部门打电话。远藤部长，我这边需要你帮忙采购一部新的光刻机。不好意思，孙总，你连番的错误与失态已经证明你并没有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恕我现在不能听从你的指令。可恶！现在属下都已经开始不听我的指挥了。还可以联系董事会，毕竟他们都是您父亲的老朋友了，还是会帮忙的。会。少主，我现在急需一台光刻机，需要你帮忙。平日里高高在上，谁都看不起，闯了祸，现在给我打电话，晚了。赵叔，您可是我父亲的至交，您不能也不帮我的。我不帮你，我不帮你，你以为你之前闯的祸是谁给你擦的屁股？股东会这边早就对你意见颇大，我不妨告诉你，我们已经把选举新总裁的议题提上日程了。什么？赵叔，您不能这么对我的。近期这些事情证明，你根本没有担任总裁一职的能力。可是明明过去3年我都做得很顺利的，你不能因为这一次。为什么？明明过去3年一直都很顺利的，为什么会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对，都是因为林家奎，都是因为林家奎这个废物！如果不是他突然离开，还不断给我添乱，乱了我的做事节奏，我怎会如此失态，不断做出这么多错误的判断？不错，这林家奎真的该做千刀万剐。不过孙总，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想要力挽狂澜，我们必须赶快搞到一台全新的光刻机啊！可是现在公司上下根本没有人愿意帮我，我如今就是个光杆司令，哪来的资金去买新的光刻机啊？既然公司的钱挪用不动，那孙总就只有靠您自己筹钱了。我自己筹钱？你的意思是说让我抵押家产？不错，现阶段想要逆转局势，只有拼上性命赌一把。可是您就甘心这样失去老师辛辛苦苦交到你手里的职位吗？但是您就甘心被林家圭那个废物所拖累，让他如愿失去你在公司建立的一切吗？好，我听你的，我这就去联系银行。我需要你用最快的速度将这里所有的房产商铺全部变现。没问题，孙总。思颖，我听说你要把我们孙家的地产全部贩卖变现，这是真的吗？思颖，你可千万别犯糊涂啊！这可是你爸留给我们过活的家产呢。叔叔婶婶，你们放心，我只是暂时用一下这笔钱，处理一下公司的事务。等公司度过这次难关，我很快就会把这些产业全部都赎回来的。你把房子都卖了，我们以后住哪儿啊？你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快把房产证还给我们！这些产业全部都在我名下，我怎么处理，跟你们这些穷亲戚无关。那咱这边的业务，抵押，全部抵押。情况怎么样了？很好，一切顺利。新的光刻机已经调试完毕，正式投入使用。剩余的研发资金呢，也已经注入到相关的研究小组。雷神芯片的研究很快就可以进入中段，预计1个月就能够研发成功，到时候一切都将逆转。那就好。我看你把大多数的研发资金都拨给了你朋友们组建的小组，他们能行吗？放心吧，他们都是行业的顶尖人才，绝对没问题。
骗人。这一次我真的是赌上了所有，一定要盯住这个项目，一定要让雷神芯片顺利研发成功，否则我会失去一切的。放心啊，包在我身上。喂，孙思颖，董事会已经找到东洋国顶尖专家，分析了你提供的雷神芯片图纸。这张图纸上设计的芯片有致命缺陷，根本无法正常运转。现在立即停止这款芯片的一切研发进程。医生，他到底怎么样啊？暂时并无大碍，他只是太过疲惫，情绪波动太大，所以一时间才昏了过去。那他什么时候才能醒来啊？这不好说啊，得看他自己的恢复情况了。如今孙思颖陷入昏迷，公司那边估计很快就会派人接替孙思颖的职务，到时候对我来说情况就不妙了呀！我得尽快带我那些朋友们脱离公司。这是雷神芯片缺陷补救方案和研芯公司的谈判策略，光刻机的维护维修。难道说这是导师去世之前写给孙思颖的锦囊妙计？这么重要的东西竟然被这蠢女人扔进了垃圾桶，怨不得她会沦落到今天这副田地。没错，这笔记本上的笔记都和之前雷神芯片设计原稿上笔记相同，这一定是导师专门留给孙思颖的。那老东西还是厉害呀，竟然早就算到了今天的种种。这笔记竟是让我得到的，真是天助我也。继与研芯公司谈判破裂之后，又强行研发缺陷芯片，导致公司最为贵重的光刻机损毁。我想现在没有人反对撤销孙思颖总裁职务的提议了吧？我同意。我也无异议。更换孙总裁的事业虽然重要，但现阶段更重要的还是尽快处理孙思颖惹下的一系列祸端。说着简单，他惹的麻烦可都不是小事。研芯集团那边的赔偿数额谁能谈得下？这搁在半途的雷神芯片研发又该如何处理？还有那光刻机，没错，新买的光刻机型号不够先进，许多我们之前的产品都无法生产。线下正是缺钱的时候，我们从哪儿挪钱来购买一台全新型号的光刻机呢？让他进来吧。各位领导好，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总裁助理赵润仁。这不是孙思颖的跟班吗？让他来干什么？怎么还嫌你的组织丢人丢的不够多吗？我今天来不是代表孙思颖，而是代表我自己。至于我来这儿的目的嘛，目前公司遇到的这些问题，我可以帮大家解决，请大家自行翻阅我的解决方案。这些都是你自己想的吗？研芯公司的专利竟然还有这个漏洞，雷神芯片的缺陷竟然可以弥补。这种复原处理光刻机的方式更是前所未见的，我们的光刻机也有救了。你竟有如此本事，为何之前那孙思颖还屡屡犯错？还不是他自视甚高，从来不肯听我的建议。他的性格想必大家都有所了解吧。赵润仁，在这种公司生死存亡的时刻，你能出手相救，雪中送炭，简直是立了天大的功劳。我提议即刻撤去孙思颖总裁一职，暂时由赵润仁担任处理研发等事务，如何？我没异议。赞同。能者居之，我也同意。我也同意。我这是睡了多久？对了，公司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行，我得赶紧去公司。
喂，我这卡不知道怎么突然失灵了，你们刷卡帮我开一下闸机。哟，这不是孙总吗？给公司捅那么大篓子，语气还这么嚣张。孙思颖，你现在已经和本公司无关了，还来这里干什么？与公司无关？你们在说什么？你还不知道吧？你已经被剥夺总裁职位，现在赵润人赵总才是我们总裁。什么？赵润人，他顶替了我的总裁职位。幸亏赵总及时出手力挽狂澜，否则公司就全毁在你手里了。拿下了和研兴公司的2次谈判，完善了雷神芯片的研发，修复了光刻机，把你捅下的一个个窟窿全部填上了。他才是真正适合我们公司总裁的人。可是那些事情明明都是他指使。不行，我得打电话问问他。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别白费力气了，不让你进公司这事儿就是赵总吩咐的。怎么可能？我们关系明明那么好。好了，小姐，我们必须请你离开了。放开我！我可是孙思颖孙总，你凭什么这么对我？放开我！放开我！怎么会这样？这其中一定有误会，润人他不会这么对我的。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我得想办法联系上润人，谁还能帮我联系上润人呢？对了，小优，当初是她介绍润人到我们公司来的，她是我闺蜜，她一定能帮我。小优，我总算找到你了，你怎么也不接电话呀？你来找我干什么？公司那边不知道出了什么情况，不让我进了。我想让你打电话帮我问问润人。人家现在是雷同公司的总裁，每天有这么多事情要忙，哪有功夫和你说话？可是当初明明是你把他推荐到我们公司来的，现在他突然莫名其妙顶替了我的职位，还不让我进公司，你总要给我个说法不是吗？我给什么说法？是你自己不争气没本事，搞垮了公司的业务。人家润人是凭自己的能力赢得了你的职位，那是天经地义，我凭什么要为此负责？但是我们是朋友啊。公司的职位没了，家产也让你给败光了，谁还会和你这种人当朋友啊？你好了好了，别打扰我喝咖啡，赶紧走，丧家犬一条，真晦气。你们怎么在这儿？我们都听说了，你已经被公司扫地出门了。你把贷款的钱都投到公司，公司现在把你开除了，那我们的房子是不是根本就要不回来了？反正我们房产证拿不过来，我们就一直赖到你这儿。可是这房子也已经抵押出去。什么？你是要气死我们呢？你这个败家的东西，都让你别抵押，别抵押，你死活就是不听。你说你对得起你爸吗？请你们离开，我想静静。把你父亲留给我们孙家的财产全败光了，你还有脸让我们离开？你才应该离开，这大房子也该我们住上几天了吧？你干什么？你别碰我，这是我家！滚出去！这是我家，开门！开门！好饿啊，已经1天没吃东西了。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难道真是我做错了？对了，林老师，您马上就要回大厦了，这个是我亲手做的，送给您。希望您带上它以后能一路顺风，平平安安的。谢谢啊，真是有心了你。你呢，也要好好学习，我等着你将来回国一起发展大厦的芯片事业。好，我一定努力学习，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好你个林家贵，我说这次怎么这么痛快就离婚了呢？原来是早就勾搭上这个小贱货。对了，
这一切都是林家辉的错。要不是他太过废物，没点本事只会吃软饭，我也没必要去拉拢赵润人。不拉拢赵润人进公司，我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他，所有的一切都要怪这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废物林家辉。润人，我总算是找到你了。孙思颖，润人，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你明明有可以帮我解决那些问题的能力，偏偏一直不肯第一时间帮我解决？难道你是故意的？你早就在谋划夺取我的总裁之位了。孙总，这你可就真的冤枉我了。我也是去你家之后，在你家垃圾桶里发现了一本笔记，这才幸运地解决了公司的一些问题。你说你父亲留给你这么重要的东西，你就这样扔进了垃圾桶里，除了蠢，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你。垃圾桶、笔记本，是林家辉给我写的那份笔记。林家辉的笔记，这是我从你家客厅的垃圾桶里翻出来的呀。没错，就是这个本子，这是离婚之前林家辉写给我的。你是说你靠林家辉这个废物写出来的建议，帮公司解决了那么多难题？这怎么可能？这笔记是林家辉写的，这难道不是你父亲留给你的吗？孙总，这是最新款芯片设计图纸的原稿，我稍微进行了些改动，请您过目一下。放那里吧。可是你们的项目企划书中等一下，你们的证词中有漏洞。我最后再说一遍，赵润人就是个只会剽窃别人成果的老鼠。如果你想保住你父亲留下的这份基业，绝对不要信任他，不然的话……难道林家辉根本不是废物？这3年来所有的成绩都是因为他，所以我才是那个废物。早知道导师有一个极其器重的神秘天才学生，而且雷神芯片的设计稿也是当时导师和那位神秘天才一起设计的，那这一切就都讲得通了。难怪那设计稿上的笔记和笔记本上的笔记相同，所以林家辉就是那个神秘天才。你是说，就连雷神芯片都是林家辉设计的，所以他一眼就能看出那芯片是有漏洞的？赵润人，所以你从头到尾都一直在骗我，这个阴险狡诈、卑鄙无耻的小人！孙总，真不怪我阴险狡诈、卑鄙无耻，主要是你太蠢了。就算我不骗你，也会有其他人来让你当提款机的。而且，你竟然亲手把林家辉这个守护神从你身边赶走，而且还把他留下来救你的笔记让给了我，还让我把它当做代替你的利器。哈哈哈！你刚刚那是总结的没错呀，你的确才是那个蠢货。赵润人，我给你了！你就好好的在这当个街边乞丐吧，孙总。哦不，孙家小姐。哈哈哈哈哈哈！上车了。林家辉既是那神秘天才，又掌握雷腾公司诸多机密，我万不能让他轻易回到大夏，否则将来一定会对我产生威胁。我得想办法把他留在东阳，然后找机会解决掉他。帮我接通三井部长。
我有要事想来通报。时隔7年，终于要回家了。也不知道这7年里面，家里又有了多大的变化。好想念爸妈，想念家门口的公园，也想楼下的面馆。拦住他！收到。等一下，不好意思，先生，您这边需要配合我们再检查一下。不是已经检查过了吗？还要再检查什么？我们这边接到通知要做突击检查，需要看一下您是否携带违规物品。怎么会在这种时候遇到突击检查呢？里面一定有问题。无论如何，4位教授交给我的资料一定不能泄露出去。你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快放下！许愿石。许愿石？许愿石你往嘴边放做什么？许愿石有香味，而且是一个对我很重要的女性朋友送给我的，所以我会习惯性的闻一下它，不可以吗？仔细搜搜它。是。好了，走吧。好。林家奎，给我站住！赵润仁，林家圭呀，林家圭，没想到到头来还是栽在我的手上。把我赶回大夏，不是你一直以来的心愿吗？现在我要回去了，你又要搞什么鬼？林家圭，别装了，我已经知道你就是那个老东西口中的神秘天才，有修复雷神芯片的能力，还在雷腾公司潜伏这么久，知道那么多的秘密，让你就这么回去了。岂不是就给我制造麻烦呀？你想怎么样？我想怎样不重要，重要的是尊贵的三井部长，他怎么处理你？林家圭先生，根据我们东洋国的人才管理条例，凡是通过我东洋国的学习，从而在科学技术领域拥有极高才能的人，是不可以随意出境的。我们希望你能回去配合调查。如果我不配合呢？不配合？这位可是东洋国人才管理部的部长，人上人中的人上人，你敢反抗他？凭什么反抗他？就凭我是大夏人，我有大夏国籍，受大夏国际安全法保护。大夏人，我还头一次见有人主动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呢。三井部长可是东洋国的贵族，他就算让你磕头，你都得立马给我跪下磕头。赵润仁，你就这么喜欢给东洋人当狗是吗？那又怎样呢？东洋的狗也比你这种大夏人强。好了，林家圭先生，无论你是哪国人，这里都是东洋国的土地，你必须接受我们的管控。去，把他铐上，带回研究所，慢慢审问。你们凭什么抓我？放开我！谁敢动我大夏国民？谁敢动我大夏国民？去！你们是什么人？我是大夏国第1军区外交部长官。大夏军官？大夏军区的人。你们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几天前，我们收到你老师发送的定时秘密邮件。收到邮件后，我们第一时间就派人来到东洋国，对你进行周密保护，确保你顺利返回大夏。放心，这里的一切都交给我们。大夏军官出现在东洋国机场，你们想做什么？你们无权无缘由扣留我国公民。现在，我要求立刻安排林家圭通过安检，前往候机区等待登机。这么说，你们是想在我东洋国的地盘上明目张胆的抢人喽？我再说一遍，林家圭是我国国民，他有权回到大夏的土地之上。我们要是不放人呢？我们接到的任务就是保护林家圭安然无恙的归国。如果说你们要强行留下，或是想要伤害他，
你们可以试试。当然，前提是要从我们4个人的尸体上踏过去。不过是一个区区的大夏军官，这可是东洋国的地界，还敢在这口出狂言！三金部长，赶紧传唤机场的执行警员，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三金部长，赶快下命令啊！好，听我命令，放了林家贵走。什么？放林家贵走？为什么呀？三金部长，你可是东洋国的贵族，他不过是一个区区的大夏军官，这还是东洋国的地界，你赶快命令那个警备队过来，一枪崩了他。崩了他！你可知道大夏军官在东洋本土遇袭是什么结果？什么都不懂的蠢猪东西，竟然还敢对我指手画脚，还嫌你让我丢的脸不够吗？三金部长，我还等着干什么？走！别走！多谢各位出手相助。职责所在，不必多礼，还请林先生尽快启程吧，免得再生祸端。好，那我就先行告退一步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呀？为什么东洋国的贵族都留不下你啊？赵润仁，你以为还是几十年前吗？如今的大夏和东洋之间，早就攻守一行了。大家都先停下手上的工作，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的新成员林家贵，以后他就是我们芯片研究组的副组长了。大家好，以后还劳烦大家多多关照。这位就是从东洋带回重要研究材料的林家贵，他可是大功臣呢。功臣归功臣，不过副组长这么重要的职位，他这么年轻，能胜任吗？如果没有真本事，周院士这关他可过不了。来，这位就是周院士。周院士可是咱们芯片研究组的王牌芯片专家，以后两位啊多沟通，多配合，啊。您好，周院士，今后有劳您多多指点。你的事迹我已经了解，对于你的作为我也很感动，感谢你为大夏做出的贡献。您过誉了，我只是做了一个大夏人该做的事情。只是芯片研究组的副组长的职位可不是很清闲，事关整个国家芯片行业的发展，恕我保持质疑，他能不能有能力担任这个职位？周院士，我明白您的顾虑，也明白您是基于大夏芯片的全方位的发展的考量。林家贵确实年轻，他可能还达不到您要求的苛刻的标准，就是基于如此，才需要您多多的指导他呀。可是李所长，马上就是4年一度的全球芯片大会了。这场芯片大会是我国自产芯片能否走出海外的关键。我最近真是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管那些研发之外的其他事宜，所以我希望一个真正能管好芯片组所有事务的一个副组长。周院士，您参加世界芯片大会的作品，能给我看看吗？可以啊。谢谢。这可是我耗尽了10年呕心沥血之作呀！这款芯片名为凤凰3号，单硅片16核，32线程，主频2.2-2.0赫兹，最高可扩展至256个逻辑核，采用龙爱式自主指令集、聚焦服务器、桌面等领域，具备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特性，可满足多种计算需求，是目前我国最顶尖的芯片之一。厉害！这凤凰3号芯片设计的的确精密，真是太厉害了。但是，芯片的设计上，至少还有3个可以改善的缺陷。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没听错吧？他是不是刚刚质疑了周院士的作品啊？那可是周院士的得意之作，他竟然说有缺陷，而且一开口还是3个缺陷。他要是不拿出个说法，这事儿可不好过去了。林家贵，这个周院士耗费了10年的精力研究出来的芯片精品，你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要随意评论。
你说我凤凰3号芯片还有3项改进缺陷，你能不能说说？这款芯片的架构属于 Z 型，完全支持进行工艺升级，采用更先进的制程，同时呢，可以提升晶体管密度，既能降低漏电率，又可以支撑更高的主频与能效比，这会提升芯片性能。这好像的确可行，但提升空间有限。其次啊，由于镂空设计的存在，可以在镂空点增加核心数，优化多核调度机制，提升并行计算能力。对呀，这一点我怎么没有想到呢？最后，由于芯片板面积较大，可以在余出部分增加动态电压频率调节和高效散热设计，使芯片稳定运行在一段高性能区间。这一点呢，虽然不能直接提升芯片的计算性能，但却可以提升芯片在相同一段时间内的计算总量。使用时间越长，这部分提升的计算量也就越可观。周院士，林家辉说的这第3点也可行吗？可行，太可行了，他简直就是个天才啊！他还真能找出缺陷，并给出改善方案。这林家辉小年纪竟有如此水平啊！而且短短10几秒钟就发现了缺陷所在，瞬间给出改善方案。这也太变态了吧！周院士，那这林家辉这副组长的职务，您看还当得起吗？还不行，你总得给个理由吧。李所长，我们研究所的职位都是能者居之，虽然了解还不是很深，但他刚刚指出的这几点，我就已经知道他的能力远在我之上。他不应该担任副组长，他应该担任组长。以后全球芯片大会的职位也该让给他。哇，不，这可使不得，周院士，我只是有些小聪明，经验远远没有您丰富。这组长的位置，还有全球芯片大会的席位，怎么能交给我接手呢？您可千万不要折煞我。孩子，现在是大夏研究芯片的关键时刻，你无需再低调下去了。你的回归是我大夏之幸，让你接手这些重要事务，也不是为了你，也不是为了我，是为了我们整个大夏呀。可是我年纪尚轻，资历尚浅。你们俩不要争论了，我看呢，周院士经验丰富，林家辉呢有天赋才能，你们2位缺一不可。当下呢，暂时有2位共同担任组长的职务，后面的芯片大会也有2位同时参加。我看大家有什么意见吗？没意见。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能够对我委以重任，我定当竭尽全力，为大夏增光添彩。林家辉，你站住！孙思颖，你明明是我父亲最器重的芯片天才，这3年里，你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一直不肯说出实情，让我一直蒙在鼓里？事到如今，也没必要再瞒你了。其实一切都是你父亲的安排，他怕我在东洋国表现出众，会引起东洋官方注意，并管控起来，无法回国效力，所以才让我隐藏实力。我不懂，明明在哪里工作都是工作，为什么你和我父亲一样，非要回大夏呢？你从没在大夏生活过，自然不会懂。无论如何，对于我在东洋国对你的所作所为，我给你道歉。你大老远跑来大夏，不会就是想道个歉吧？除此之外，我来大夏，还想求你帮我最后一件事，把我代表雷腾，代表孙家去参加全球芯片大赛。现在你是唯一一个能帮助我的人了，只有赢取全球芯片大赛，我才能夺回属于我的一切。抱歉，我不能帮你。为什么？是因为你还在记恨我吗？我从没记恨过你，当然你也不值得我记恨。我不能帮你，是因为我既然已经回归祖国，那从今以后，除了祖国之外，我不会向任何公司或家族效力。此心只为大国之心。家辉呀，我们的芯片没问题吧？放心吧，周院士，昨晚我做了最后的调试，保证万无一失。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将凤凰3号芯片进行修补，并强化到了极致，应该能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希望如此吧。这次大会对我们大夏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林家辉，他怎么也来了？他是代表大夏来的？
正好用他自己研发修正的雷神芯片击溃大夏，必能让他悔恨终生。所有参会团队皆已到场，大会既定开始时间也已到时，我宣布第5届全球芯片大会正式开幕。现在，首先进行作品展示的是来自印加王国印加研究所的舍利3号芯片。舍利3号芯片是印加王国首颗支持星云3号信号体系的高精度 SoC 芯片，支持多民用导航系统，可达厘米级精度，在通用性上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那下面我们将测试这款芯片的综合性能评分。测试仪器会根据算力、SEPC、IPC 等各项数值，测算出这款芯片的综合性能评分。印加王国的舍利3号芯片可能出了点小故障，不能正常运行了。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暂时将舍利3号芯片暂且移出本次芯片大会的评选范畴。印加王国的废品就别拿上来展示了，这么宏高的大会展示他们的芯片，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这可是芯片大会，可不是他们用来耍马戏的。快换下一个。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展示的作品是来自雪鹰帝国皇家研究所的格里芬芯片。格里芬芯片是整个西方大陆最为先进的第3代晶圆级 AI 芯片，采用的是5纳米工艺，包含了4万亿颗晶体管和90万个核心，峰值算力达到了125 LOPS， 可高效训练超大参数 AI 模型。那下面我们将测试这款芯片的综合性能评分。哇，格里芬芯片的综合性能评分竟然超过了2万分，这分数几乎超过了上一届全球芯片大会的2倍还要多。雄鹰帝国不愧是全球第1的芯片大国。看来这一次芯片大会的头名多半还是要落在雄鹰帝国的头上了。接下来我们要展示的作品是来自东洋国武士研究所的雷神芯片。赵润仁这个混蛋，竟然直接把雷神芯片送给了东洋国研究所。林家贵，我要借助你的研究击垮大象，扬名立万。雷神芯片采用了非常特殊的构架方式，这种构架方式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芯片的上限性能，使得在芯片长期的运行当中非常的稳定，而且降低了耗电量。那下面我们将来测试这款芯片的综合性能评分。雷神芯片的综合性能评分居然比格里芬芯片还要高出近1万分，比格里芬还要高，真的假的？东洋国的芯片领域虽说不差，但怎么也不可能比雄鹰帝国还要强啊！难道说全球的芯片领域要进入到被东洋国统治的时代了吗？东洋国怎么会有这样的技术？这不可能！有我雷神芯片在芯片领域，你们全都要为我大东洋国俯首称臣。我们的对手都这么强吗？这可如何是好啊！您放心吧，周院士，从古至今，我大夏何曾惧过强敌？最后，我们要展示的作品是来自大夏国第3研究所的凤凰3号芯片。哼，大夏芯片，我记得大夏在芯片领域可没比印加强多少吧？这一款我觉得没必要看了，他们的产品纯是些垃圾，可以直接跳过。和雄鹰国、东洋国的芯片相比，大夏的芯片根本没有任何可比性啊！凤凰3号芯片采用了大夏国常用的构架方式，虽然这种构架方式并无创新，但扎实且稳定。凤凰3号芯片在很多细节上做出了很多细小的调整和变动。那下面我们将来测试这款芯片的综合性能评分。
35000了，35000的评分，怎么可能？短短3个月，他竟然研究出性能超过雷神的芯片，怎么回事？评分又动了？为什么这芯片的评分后台还在持续上涨？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在芯片上添加了我独创的回流供电设计，添加这种设计，在芯片稳定运行一段时间之后，会激活核心2次发力，进一步增强芯片的性能和算力。凤凰3号的综合性能评分竟然达到了65250分！大夏国的凤凰3号芯片作为本次大会的最高评分者，夺得了本次芯片大会的头名。怎么会这样啊？不该这样啊！林家贵，你该死！赵野人，你涉嫌违法出售雷腾公司机密，现将你逮捕。逮捕我？我这是为了大东洋国的荣誉才……少废话，跟我们走！不该这样！你该死啊，林家贵！走开！头名，大夏得了头名，做到了，我们终于做到了。是，我们做到了。诸位，欢迎来到属于我大夏的时代。